巴菲特访问日本这段时间呢，日经指数连续上涨，相信也激发了很多朋友对日本股市的兴趣。在投资界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日本股市表现之谜。按理说日本股市估值很低，是典型的价值股，那为什么长期表现并不理想呢？日本股市的日经指数在1989年最后一个交易日达到历史的高点。这么多年过去后现在的指数呢，也还只有当年74%的水平。不过，如果大家从2010年开始买入日股，这些年的累计表现呢，也还是很不错的，累计涨幅有170%。虽然比不过美股标普指数的270%，但表现还是要明显好于 A 股的2%。日本利率长期低于美国，而且超出很多人意料的是2010年以来，大部分时间日本上市公司的盈利呢，都要好于美国上市公司。原因在于依赖出口的日本企业呢，通过扩大海外销售来弥补内需市场的不足，企业盈利呢依然得以强劲的增长。日本上市公司的派息也高于美国。按理来说日本股市表现应该比美国更好才合理。日股之谜呢，说的就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日股长期表现不如美国。这背后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日本老龄化比美国严重，日本人担心养老问题呢，就追求安全，更喜欢储蓄，而不愿意持有股票。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日本股票指数大多由传统行业的公司构成，虽然盈利稳定，但是估值不高。过去低通胀环境下呢，盈利增速也有限，不像美股有那么多科技公司可以在低通胀、低利率环境下呢获得很高的估值。但这样的解释呢并不完整，即使比较两个市场之间相同的行业，估值差距仍然惊人。例如美国工业部门远期收益呢是18倍，而日本呢只有10倍。这意味着日本工业股票有45%的折扣。有人提出一个合理解释是外国投资者呢很不喜欢日元的剧烈波动，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避开了日本股市。如果这个解释合理的话呢，那么巴菲特投资行为就很有可能改变这种局面，通过发行日本债券来避开汇率风险，同时长期持有日本低估值高质量的公司就可以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买入日股。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日股的交易性机会可能就是现在。巴菲特表示伯克希尔将在10年、20年内继续投资于日本贸易公司。他认为股市行情在明年和3年后上涨还是下跌并不重要，但可以肯定的是，20年、50年以后日本和美国都将比现在更强大。日本呢是美国以外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对于可能没有股神这样选股能力，买入日本股市的 ETF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现在呢，在内地和香港呢都可以很方便的买入日股 ETF。